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军哥。在上一期牛肋排的视频当中，我看到很多弹幕的小伙伴在讨论一个牛的身上到底哪一个部位的牛排最贵。那在这里我就向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其实是一个牛身上最贵的那个牛排叫做菲力牛排，也就是咱们中国人所俗称的牛里脊。那当然，这种情况下是在一个牛肉同等级的情况下，或者说同等品质的情况下，那菲力牛排或者说牛里脊这个部位是最贵的。那菲力牛排为什么这么贵呢？那是因为一头牛平均能产出4公斤到5公斤左右的菲力牛排，大概也就这么长的长度。不单单是因为菲力牛排产出的量比较少，而且也因为它的肉质比较细腻，口感比较好。那当之无愧，它就成为了牛排之王，成为牛排之中单价最高的牛排。那今天也非常有幸，我们买到了 M9家的澳洲和牛菲力牛排。这就是我们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菲力牛排。在处理牛排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块牛排。这块菲力是我们从市场上买来的，澳洲和牛 M9家的菲力中段，价格是在300元，品质可以说相当不错了。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处理牛排。因为之前磨刀的缘故，所以我不小心把手扎破了，然后手上贴了个创口贴，希望不会影响大家的观看。这次我们买的是原切的菲力牛排，所以旁边会有筋膜，我们需要把筋膜先剔除。OK， 现在筋膜已经去除完毕，然后我们现在擦于牛排身上多余的血水。然后我们就可以给牛排进行一个基本的调味。这次调味的用料非常简单，只要用盐就可以了。好，另一块牛排也是如此。好，现在我们准备开始烤这块菲力牛排。在烤之前，我想要向大家强调的是，就是说，这个烤炉的温度一定要达到很高的温度，然后把这个烤盘也提前预热才能烤。当温度达到最高，才能在牛排表面形成更好的脆度。好，我们现在把牛排放上去吧。然后放到烤炉上面，每面先烤1分钟。等牛排快烤完之后，我们再用黄油煎一下，加点黄油。好，黄油快融化完之后，我们再加入百里香和迷迭香，然后再加入大蒜头。大蒜皮可以不用去哦。好，我们让这个 sauce 在那边煮着，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牛排。都煎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入黄油锅里面。然后我们烧的这个 sauce 一定要往牛排上面浇，这样保证它充分入味。好，现在牛排就已经煎得差不多了，我们把它取出来吧。好，我们让肉再醒一会儿，然后过5到10分钟就可以吃了。好，现在我们牛排醒的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切开来看一下。好，我们首先把第一块牛排切开来看一看。坏了，这一块被我烤过头了，熟度不对。好，我们再看一看第二块。虽然第二块比第一块嫩了一点点，但还不是我理想中想要的那个状态。翻车了，这样真的翻车了。这2块牛排被我烤得太熟了，肯定会影响我后面试吃的口感以及对它的评价。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所以为了把我理想中最完美的那个菲力牛排的状态呈现给大家看，我们决定去市场重新买1块牛排，然后再烤。这一次烤制过程中，我会更加仔细小心。好，我们现在第2块牛排也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再重新烤一下。OK， 第2块牛排我们就制作完成了。好，这次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切开来看一下。
里面的汁也特别的多。这一次烤的牛排的状态就是令我比较满意的，然后感觉熟度正好。试吃之前先撒一下黑胡椒，然后下面就让我们来试吃一下吧。那我就直接用筷子了。哇，这个肉吃起来真的是超级软、超级嫩，然后里面的肉汁非常的多，比之前的2块真的是太强了。真是完美，这块牛排。当我们吃油脂比较丰厚的牛排的时候，可以配上一碗白米饭，或者蘸着芥末去吃。由于家里面已经没有芥末了嘛，所以我们就配碗白饭吧。这个米饭的香味，再加上牛排的牛肉味，然后以及还有一点点的那种黄油的味道，吃起来真的是太香了，完美。菲力牛排不愧是牛排之王，这个肉质真的是超级细腻，然后吃起来就像果冻一样，入口即化，太完美了这块牛排。然后还有最后一块了。赞。好，菲力牛排我们已经吃完了，然后我简单的来点评一下吧。就说这块菲力牛排相比于之前的5分熟和7分熟来说，我个人而言更加喜欢这块3分熟的，因为那一块5分熟的和7分熟的我也试吃了一下，没有丢掉，也不舍得丢。这个3分熟的来说，总体来说它的肉质会更加细腻，然后里面的汁水会更加的多。我更倾向于就是说吃这种口感比较软嫩的牛排，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3分熟的牛排。就不要看它的表面那种有血水啊，或者说有血丝，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只是肌红蛋白，是人们人体所能接受的一样东西。那点评就到此结束了。好，接下来我再想说一下关于之前烤牛排翻车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在 BBQ 这个领域，我认为自己也是一个新手嘛，也不是什么大神，我也不想在荧幕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 BBQ 的大神，因为我完全可以买2块新的牛排，然后再重新烤之后，然后做一个完美的流程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样并不好。因为我是什么样的，我自己最清楚。我也想展示一个最真实的自我给大家看。哪怕我的烧烤技术不好，或者 BBQ 技术不好，但是我可以练。人无完人嘛，人不是完美的，总归会有一些缺点。只要我们发现自己的缺点，及时改进，及时弥补的话，我相信无论是我 BBQ 的技术，还是我拍摄啊剪辑的这个技术，以后都会有所增长。这样的话，我才能带来更完美的视频给大家看。好，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支持我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